话说最近半个月，台湾各大电视台热闹无比，热搜榜上一直被一名叫做陈丽婷，江湖人称华尔街女神 Great 老师的女生持续霸屏半个多月。不过，既然是大象为大家梳理整个事件，那大半不会是什么好事情。画面上正在说话的这位标准的台式美女，就是今天的故事女主角 Great 陈丽婷。美女吗？当然是个大美女。就是这心肠也有点忒坏了。根据台湾中天电视报道的新闻来看，陈丽婷与其家母胡青青投资炒股失败后，便把坏主意打到了自己的亲小姑陈女士的身上。报道说，陈丽婷为帮其母争夺上亿家产，先后4次设下连环毒计，谋杀亲姑。这其中包括找人开车撞死小姑，租下小姑每天都要经过的临街店面，趁其不备，想把小姑推入屋中，造成意外事件。最后一次，那真的是丧心病狂，惨绝人伦了。陈丽婷联合其母胡青青，伙同杨詹2人，直接埋伏于小姑住所附近。看到小姑回家，直扑上去，用铁锤狠敲小姑头部，致使小姑血流不止，痛苦哀嚎之声引起邻里惊觉。报警后，这才让小姑捡回了一条老命。你以为这就完了 ？No， 这才是哪到哪啊！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台媒深挖猛料的功力，不扒不知道，深扒吓3跳。华尔街女神陈丽婷不仅有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私交背书，甚至连英国前首相也是陈女的座上宾。早在2016年起，陈丽婷就顶着华尔街天后、教育女神的头衔，在台湾公开授课。按照陈丽婷自己的说法，她不仅拥有台大地质系与化工系双主修的学士学位，而且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陈丽婷以10万元起家，单周创下了500%的高利佳绩，10年赚得上亿身家，出书立传，出入名流，腰见小布什、宾朋英首相，那真的是古今中外好不风流啊！陈丽婷的发家史，就是拿到现在来看，那也是相当的唬人呀。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这么一位看似风光无限、绝不差钱的美女天后，时至今日为何又瞄上了自己亲姑姑的家产呢？甚至伙同家母2年不到的时间里4度对自己的亲姑姑设下连环毒计，灭绝人性般的痛下杀手呢？或许真相远比你我目前所知的内容还要黑暗无边。说是陈丽婷可以是继今年年初5亿高中生离奇坠亡事件之后，台湾发生的最为离谱和离奇的案件之一，也绝不为过。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在小姑住家外徘徊，原来她就是她叫陈丽婷，但其实原来她与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儿。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媒体援引陈氏亲友的说法，陈丽婷的父亲本是台北东区陈氏家族的长子。陈家长辈共有4兄妹，祖父母都已经离世，但给子孙留下了上亿财产。台北地院所留卷宗显示，陈父离世后，陈母就曾因父辈遗产的问题，多次与家族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发生庭上纠纷。即使在法院判罚完结的情况下，陈丽婷的母亲胡青青始终认为家族遗产分配不均。尽管陈丽婷及其母亲胡青青在陈父病故后已得2处房产，但陈父作为家族的长子，陈丽婷母女始终认为住在8楼的小姑和13楼自家对门的二姑多分了家族遗产。但二姑家人丁兴旺，貌似不太好惹，但8楼的小姑好像性格软弱，比较和善，容易欺负，家里也只有小姑与其男友，再无他人。根据陈家亲属的说法，早在胡青青母女举杀小姑的前2年，胡青青就在陈丽婷的筹谋下伪造他人股票，然后就去强制执行，用人头公司开来的本票1张就开到了5亿多，一共7张假本票，目标就是锁定其他3房，令其就范。幸好民事法庭认定债权关系不存在，陈丽婷心有不甘，眼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也是为什么说随着检警调查的深入，此事变得越发让人心寒，人性之恶显露无遗。2022年5月，也就是去年的5月份，陈丽婷鼓动其母胡青青前去小姑家，趁其不备
备偷出小姑的身份证件加以伪造，骗过法院，让小姑收养了自己。目的非常明显，他就是要继承小姑的遗产。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继承遗产，他们就必须让小姑的家产真正变成遗产，是不是很恐怖？一场谋杀大剧就要上演，暗黑程度决胜8点档。内娱的编剧们，难道你们不看时事新闻的吗？看看你们排的戏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我就不点名那个什么关山了，话题跑偏了，马上回来收。这个事情最为吊诡也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初陈母胡青青一边扮演生母，一边扮演小姑，用小姑的身份证假冒身份，居然让收养程序顺利过关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对金氏母女党为了夺产，那真的是下了血本。他们不仅精心策划了这次领养事件，更让整起事件的走向越发变得不可控制起来。目前从台北地检调查的结果来看，陈丽婷母女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的把陈丽婷着急忙慌的过继给小姑，其根本原因还是陈家位于信义区上亿元的祖产，如若没有小姑的遗产为继，他们所得的部分可能还不够陈丽婷还债的。关于陈丽婷所见巨额债务的部分，我们稍后再讲。就在陈丽婷过继成小姑的养女之后，胡青青拿着偷来的小姑证件，肆无忌惮的在外到处借款，短长期借款数额加在一起一度高达1000万元。催款电话打到小姑处时，小姑惊觉自己的身份被陈丽婷母女所冒印，与其理论无果后，陈丽婷母女带着杨詹2个男人冲进小姑的住所，将小姑及其男友捆绑起来痛打一顿，甚至当场逼迫小姑签署房产出借证明书。小姑男友因受惊过度，事发2个月后撒手人寰。至此，陈氏小姑开始变得更加无依无靠起来。陈丽婷这对蛇蝎母女更是变得无法无天。被打后，小姑甚感委屈，已经70有余的老太太曾对邻居说，自己明明是从父母那里合法继承的遗产，他们却要如此羞辱自己。陈家小姑在邻里的鼓励下走进台北地院申请保护令。就在老太太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法院的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陈家小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领养了保护令上指控的陈丽婷。换句话说，陈丽婷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陈家小姑的合法继承人。在她死后，陈丽婷完全可以合理合法顺利地继承她的所有遗产。就在70多岁的小姑疲于奔赴法院，为解除与陈丽婷的收养关系焦头烂额的时候，陈丽婷母女眼看小姑马上就要脱离自己的掌控的时候，蛇蝎母女开始铤而走险。2023年7月到8月间，陈母胡青青和陈丽婷多次找到詹姓男子，这个詹姓男子不是别人，就是和陈丽婷母女一起去小姑家恐吓小姑的2个男人之一。另外一个姓杨，稍后还会提到。他们数次想委托詹男驾车冲撞小姑，制造意外事件，想要快点送小姑归西。根据詹男被捕后的说法，数次因价钱问题没有谈拢，就此作罢。仅仅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今年2023年9月26日，第2次杀姑计划随即展开。陈母胡青青跟踪小姑时发现，小姑基本上每天上午都会附近的菜场买菜，回来后都会经过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上的一家门店。胡青青立马花了52000元租下这个门店。就在小姑买菜回家的时候，伙同杨男、詹男强压小姑软禁店面后，将其殴打致死，在伪造屋内上厕所滑倒的意外事件。正如画面上显示的那样，杨詹2人与陈丽婷母女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把风，有人负责演戏。但很幸运，事发当天老天庇佑啊！就在陈家小姑经过店面的时候，突然有人对自己说：“你的皮夹掉了。”接着就有人推搡自己。就在此时，有个经过的路人用手扶住了老太太，说：“阿妈，皮夹没有掉哦。”随后，好心路人热心询问小姑是不是住在附近，要不要送她回家。陈丽婷4人眼看热心路人越来越多，密谋依然失败，只得悻悻而归。当恶魔占领了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是不是还能叫人，真的就很难定论了。就在街头劫杀姑母不成，仅仅过去不到3天的时间，陈丽婷母女又等不及了。
2023年9月29日，住所大楼的监控电视显示，当天中午时分，胡青青与杨贤二人外出购买作案所用的小推车、绳子、铁锤等。其后，还是3天前作案的4人组张姓男子和陈丽婷事先分别埋伏于住所大楼的入口处和楼梯间，用以把风。等到下午，陈家小姑锻炼完身体回家，走出8楼电梯的时候，提前持着预先买好铁锤的胡青青突然窜了出来，对着小姑的后脑就是一阵乱敲，然后又将已经头破血流的小姑拉到逃生楼梯间，继续狂敲猛打。陈丽婷全程在旁把风，按照母女俩的如意算盘，他们打算将姑母打死后伪造成楼梯间失足摔死意外，结果人没杀成，当场造成小姑头部多处撕裂，头骨骨裂之外，母女2人以及杨詹2人一并羁押。这一次又是邻里帮了大忙，就在小姑在楼梯间不断哀嚎奄奄一息之时，同层的邻里发现事有异状，立即报警。等到警察到达时，陈母毒妇一直坚称双方因发生口角争执拉扯，导致自己和小姑不慎摔落楼梯。根据当时出警的信义分局的员警证实，当时自己抵达事发现场时，胡青青正在楼梯间死死地压在被害人陈家小姑的身上，自己赶紧上前将其拉开时，虽然胡青青供称2人因家庭纠纷发生口角和拉扯，自己与小姑不慎滚落楼梯，但现场的情况却非常诡异。同时滚落的2个人，胡姓妇人就毫发无伤，陈家小姑却浑身是伤。种种迹象及现场市政都与胡青青宣称的意外有很大落差，员警警觉内情重大，增援后将其涉事人等关押调查。但此处值得重点提醒各位的是，当时陈丽婷看到警察赶到无力挽回的情况下，就毅然决然地丢下妈妈转头就走，也就是说，当时警察是并没有抓到陈丽婷的。最新的消息显示，陈家小姑被员警紧急送医抢救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逐步康复当中。但随着检警深入调查后，搜检的市政却让众人大惊失色。这对冷血母女真乃是惊世天人呐！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提，胡姓妇人提前与杨楠去买来推车、绳子、铁锤等作案工具，全程都被地下车厂闭路电视拍了下来。依据信义分局侦查队长高玉松的说法，事发当日，胡姓妇人一肩扛下，声称当时就是自己与陈家小姑发生口角纠纷。若是被害人不幸死亡，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个案件朝向过失致死方向发展。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全程都被拍了下来的胡妇与杨贤外出购买小推车的视频，进一步佐证了胡姓原本的打算就是解决完小姑就用小推车推其下楼埋尸的预谋性打算。检警在接下来搜到的杀人计划书更是进一步让整个案件开始浮出水面，谋杀性杀人成为板上钉钉，陈丽婷母女一个都跑不了了。因陈丽婷母女之前就劣迹斑斑，小姑被继母的事情还没结束，胡父母女又在作妖。警方专案组一开始就没把事件当成意外事件。小姑去年就已经因为曾遭胡父母女设局夺产，还在奔走。随后，台北地检签发拘票、搜索票。检警于2023年10月6日前往陈丽婷母女位于北市信义、松山、文山等住处执行拘提和搜索。就在检警对母女2人多处住所搜证之时，检警们发现胡父母女2人在犯案之前写下多张犯案计划书，计划书上用中英文标注的方式详细列明了事发当日的犯案手法。其中包括节目标题里已经写到了的用猪肉试锤，用以其母体验铁锤击头的力道。预谋内容不仅缜密，甚堪残忍。另外还有几张关于犯案后犯罪足怯违法及自首认罪、请堪怜悯、减刑轻判等新闻报道内容。检方认为胡父、陈女等人的行为属预谋犯案，调查后将胡姓、范闲等4人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涉犯重罪及勾串治狱为由，声押获准。自此全案侦结，4人将依杀人未遂罪庭上起诉。事情貌似已经得到圆满收场，但仔细扒开陈丽婷在整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真的会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先把她数年前打造人设的华尔街天后、交易女神，又主修双学士学位、10万元起家、战绩辉煌、不正开班授课、骗财千万的事情商放后面。
先来说一说他为夺遗产3度杀人、3次未遂恐怖背后的事情。朋友们应该还记得，陈丽婷在事前上网查过自首认罪、减刑轻判的法律资讯以及新闻报道，而第3次杀人计划则是由妈妈负责杀人，她负责把风。从这几个线索及细节，我们不难看出，3次杀人计划风雨无阻，势在必行，决心要将小姑杀到死为止。只是没有想到邻居及早报警，警察也及早赶到，原定的杀人既遂变成了杀人未遂。此时负责把风的陈丽婷先行离开，留下母亲负责自首。我们换句话说，如若陈丽婷的计划得逞，陈丽婷会以小姑唯一继承人的身份提早拿到小姑的遗产，而陈母胡青青则负责把牢底坐穿。这就非常令人细思极恐了。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陈丽婷为了提早拿到遗产，她是非常愿意为了杀死姑姑而让其母去坐牢的呢？如若如此，这个女人狠毒之心昭然若揭，冷血行径令人发指啊！有媒体报道说，陈母胡青青之所以如此丧尽天良地做下此案，那是因为陈丽婷近年来由于开店炒股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给女儿还债，陈母才破釜沉舟式的铤而走险。大家特别去翻阅了往年的一些报道，或许此类说法值得深究。早在2016年，陈丽婷就对外宣称自己是台湾大学地质系及化工系双学位学士。TVBS 的这期报道更是将其誉为是被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邀见过的华尔街天后、金融界的交易女神。站在台前侃侃而谈，把自己的经历毫不保留地交给大家。她叫陈丽婷，是被封为华尔街女神的台湾人，会被这样称呼，因为她曾一周赚进50万美金。我在众多书上找到了一些相似的地方，相似的观念可以利用的地方。那利用这些书的知识，还有我自己融会贯通后的技巧，那在第1年就赚了10倍的利润。顶着华尔街独立女交易员的光环，会让她如此努力。但在2018年年末的时候，陈丽婷突然被曝因无证开班授课，被20多人愤而提告。根据当时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陈丽婷通过教授期货、外汇、美股等，向100余名学员收取超高额的费用，其中包括新手外汇课程要到58888，ETF 进阶课程要到25万，即使是非面授的线上课程，1个月也要48888元。各式各样的课程收费奇贵，特别标榜即使是股市新手也能在股市获得年报酬10%以上的表现，不法获利超过了2949万元。也就是这个时期，陈丽婷与小布什以及英前首相的照片开始在网上大肆传播，具体是真是假，这个依然无需考证。当时就有学员花费数万、数十万不等听他的课程，跟着陈丽婷提供的看盘软件投资之后，结果险些赔上全部身家。其中受害者20多人将其告上台北地院。根据台北地院10年判罚的档案显示，一审时陈丽婷犯案态度欠佳，又反悔没有赔偿被害人，去年重判3年刑期，并科罚金200万元，并没收未扣案犯所得1877万多元。二审因他认罪，掏出417万元与部分被害人和解，改判1年，缓刑4年，并要支付公库150万元。根据陈丽婷本次到案后的内情显示，就在陈丽婷母女争产最为凶残的2022年，胡青青偷拿小姑的证件，在外借款上千万，就是为了给陈丽婷偿还那些年开班授课、开店赔钱以及炒股欠下的巨额债务。针对此次陈丽婷母女预谋杀人未遂案，台湾政法界众说纷纭，其中网红律师杨律师在脸书发文所言比较叫人舒爽，但根据往期同类案件来看又不太现实。杨律师说，刑法的部分，动手杀人的妈妈构成杀人未遂的正犯，把风的陈丽婷也是杀人未遂的共同正犯，不是帮助犯哦，不能减刑，刑度和妈妈一样重。至于民法的部分，杨律师表示，故谋杀继承人未遂，有可能会丧失继承权。此外，如若另外构成侵权行为，可能还要赔钱。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最后会不会出现反转还很难说。但从目前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依然是大势已去，陈丽婷及其母亲很难再有脱罪的机会。但从其母护犊情深的胡作非为来说，一些人类往往都是在纵欲无度的恐慌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晰可见的悲哀。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